Hello，大家好嘛，我係 Kristen 啊。2024年咁就過咗2個禮拜啦，大家習慣咗寫新嘅年份未啊？呢2個禮拜呢，喺各方面嘅 schedule 都有少少忙。喺僅餘嘅時間靜落嚟，回望舊年年頭寫低嘅心願目標，先發現原來都達成咗。Channel 突破1萬訂閱，學習精進插畫技術，繼而發展相關嘅事業。仲有搬到一間租金比較平嘅新屋，於是咁樣先至發現寫低目標嘅威力。今日嘅片就嚟分享一下我到底係點樣去定目標同埋實行嘅，咁就開始啦。我喺舊年嘅幾個目標背後都有一個共同嘅訂立理由，就係要想盡辦法去維持我而家嘅生活模式。即係唔返 full time 工都唔會餓死啊！所以喺訂立目標嘅時候，就建基於呢一個終極目標，最直接嘅方法就係擴充收入來源。於是我就喺一路做緊嘅 YouTube channel 嗰度入手去定一個目標，同時呢都思考一下我可以喺我自己中意同埋擅長做嘅嘢上邊點樣去做一啲發展，嚟訂立年度目標。突破1萬訂閱呢個目標聽落可能好似唔係好多，但係都係一個廣告商同埋演算法會看待嘅指標嚟嘅。而根據我 channel 往年嘅增長速度，由年初嘅7000成長到去1萬係會比較合理啲嘅。如果目標定得太大太高，又做唔到，只會令到自己覺得好挫敗。又譬如要發展插畫事業，如果我一開始嘅目標係可以做到以佢為生，喺啱啱開始發展嘅1年內呢，可以做到嘅機會可以話係好微啊。但係如果我定嘅目標係1年之內推出至少一個相關嘅插畫 product，同埋接到一啲 order 啦，咁個可行性就會大好多。而當最終個結果超出我預期嘅時候，就會更加有動力去繼續啦。所以目標最好係具體而又可行嘅，千祈唔好 set 得太大太高啊。雖然話目標要具體啦，但係都不宜定得太過仔細嘅。相信好多人都有過1個月要讀幾多本書嘅呢一個目標啦。理想譬如係1個月讀3本咁啦，但係現實係我哋嘅生活隨時會有一啲突發嘅狀況。如果呢啲突發嘅狀況阻礙咗其中幾個月嘅進度，令到我哋唔可以做到1個月讀3本，咁就好容易會失去咗動力，覺得自己果然係做唔到，但係就唔記得咗要考慮各種呢啲不可控嘅因素。比起1個月要讀幾多，可以擴大少少範圍，冇咁 specific， 就 set 做1年讀幾多啦。咁狀態好嘅時候可以讀多啲，狀態冇咁好嘅時候咪讀少啲咯。我喺舊年年頭訂立呢個插畫相關嘅目標嘅時候呢，我嗰陣時仲未諗到係要做月曆嘅，就係順其自然去到年中6月嘅時候呢，先至諗到啦，同埋決定要去做。我哋都係隨時會改變嘅人嚟噶嘛，留翻少少空間俾自己同個目標實踐起嚟呢，就會冇咁大壓力啦。清楚知道自己嘅終極目標係啲咩之後，再 set 年度目標，然之後再建立起呢啲目標下面嘅一啲行動步驟。我喺今年其中一個新嘅目標就係希望可以將插畫方面嘅工作發展到有持續收入嘅階段。就呢個目標呢，我建立咗幾個行動步驟。首先就係要持續去精進我嘅畫畫技術啦，可能係睇多啲有關嘅繪本啦，上一啲 online 課程，同埋保持有畫畫嘅習慣。再嚟就係計劃自己諗住去做嘅產品，幾時推出啲咩，然後因為用 iPad 嚟畫呢，可能會提升到效率，於是都定咗嘗試下電繪呢一個行動啊。有咗呢啲行動計劃，跟住佢一步一步咁樣實踐之後，就會發現目標離自己唔再咁遠啦。呢個 point 呢，有少少係
為自己立 flag 嘅概念啊，講咗出嚟唔去做，好似有啲唔好意思。呢個適當嘅推動力可以令到自己更加有決心咁去行動，唔一定要同全世界分享，有人知道就得㗎喇。甚至可以係一個你唔識得任何人嘅 platform 講出嚟，會有更大嘅機會可以做得到。今年嘅新願望，除咗頭先講到嘅插畫啦，仲有我係希望可以法文考試合格，成功 claim 到 CEF， 同埋保持跑步嘅習慣。你哋呢？對新嘅一年有啲咩願望啊？我哋一齊嚟試下實現佢啊！咁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多謝你哋收睇啊！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